小萌萌当初被亲妈抛弃，就是在她坐完摩天轮的时候。现在和姐姐再次乘坐摩天轮，让她不得不回忆起当时的画面。当时下雨，小萌萌一直在凳子上坐着，直到林洛星出现在她面前，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跟她走。也许她心里渴望一份母爱。萌萌，你没事吧？小萌萌回过神后，对夏天摇了摇头。小天哥哥，我没事。妹妹，你是不是想到不好的事情了？想起之前被我妈妈丢在游乐园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来游乐园，那天我真的很开心。妈妈第一次陪着我玩，那么温柔，没有对我发脾气。中午还带我去吃了汉堡。下午我们玩完摩天轮之后，就在摩天轮前面的长椅那，妈妈让我在那等她，她去买个东西，很快就回来。可是我等了很久，她都没有回来。后来开始下雨了，雨越下越大，我依旧乖乖地站在那里没有走，我怕妈妈回来会找不到我。小萌萌眼神带着悲伤，顾灵烟紧紧抱住小萌萌安慰：妹妹没事的，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现在有我、妈妈、爷爷奶奶、爸爸。虽然爸爸有点讨厌，但是他还是在乎你的。夏天、漠然表哥、洛尘哥哥、你亲外公，还有好多的人陪着你呢，你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姐姐谢谢你。这时摩天轮抵达了顶部，到顶了，妹妹你快许愿，听说在摩天轮上许愿很灵的。好，小萌萌听话的闭上眼睛认真许愿。妹妹，你许了什么愿望啊？既然是许愿，那把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小萌萌好笑的看着顾灵烟。好吧，姐姐，你许愿了吗？许了，我许愿希望你能回家。小萌萌看了一眼顾灵烟，她没有回答顾灵烟的话，顾灵烟也没太在意。你们许愿了吗？也只有你们女孩子才会相信这样幼稚的东西，我才不相信这些呢。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我相信是我的事，我不觉得幼稚，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个，那就真的。切！小萌萌一脸呆滞的夹在他们中间，一会看白洛尘一眼，一会又看顾灵烟一眼。她就离家出走几天，姐姐和洛尘哥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呀？摩天轮停下来后，冬淼和南星已经在等他们了。冬淼手里还提了一大堆喝的，不知道你们要喝什么，就都买一样的。每个人都从冬淼手中领了一杯奶茶，只有夏天站在原地没有动。夏小少爷不喜欢吃甜的，这杯少糖的是你的。冬淼把唯一一杯无糖的递给了夏天。行。小萌萌喝了一口，眼睛瞬间一亮，好好喝。顾灵烟也喝了一口，也连连点头称赞。真的很好喝。这家奶茶可火了，我排了很久的队才买到的。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该回去了。你们司机来了吗？已经在外面了，我们先送你们回去吧。不用麻烦，我们刚刚已经通知司机来接了，这会应该也到门口了。既然这样，那好吧。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还没跟妹妹玩够呢。姐姐没事的，等我回去跟外公说一声，你到时候过来我外公家住几天。那你回去后一定要问哦，问完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回复，我等着你的消息。好的。随后各自回了家。夏天把小萌萌送到门口后，就准备回去了。萌萌，今天玩的比较晚，我就送你到这，你自己进去，我就先回去了。可是今天买的东西还都在我这呀。没事，明天我来取。不这样，他明天怎么有借口来小萌萌这玩呢？那好吧。小天哥哥，你回去的时候慢点，注意安全。明天见。夏天跟小萌萌道别后，就让司机开车走了。萌萌小姐，我们进去吧。我们回去吧。小小姐回来了，今天玩得开心吗？玩得很开心。我们去了游乐园，玩了旋转木马、碰碰车、鬼屋和摩天轮。今天时间太短了，只能玩这些。小萌萌兴奋地跟李叔说着今天玩的。没事，等以后有时间了可以再去。李叔觉得小萌萌玩得不过瘾。外公吃晚饭了吗？老爷子还没吃晚饭呢。那我一会和外公一起吃，我现在上去找外公。好的，小小姐你先上去，我一会让佣人把晚餐端上去。好的。小萌萌在冬淼和南星的陪同下上了楼。乖宝回来了吗？简老爷子头也没抬，他还以为是李叔进来了。你家乖宝说他今天不回来了。小萌萌故意开起玩笑，听到熟悉又陌生的声音，简老爷子一抬头就发现是小萌萌，他还非常配合。他不回家，还想去哪呀？他说如果外公不许他姐姐住在这里的话，他就不回来了。小萌萌继续搞怪。萌宝想那个姐姐来家里住呀。简老爷子好笑地看着小萌萌，他一眼就看出了小萌萌的意图。小萌萌有些紧张地玩着手指，心虚地说道：就是那个人家里的那个姐姐。简老爷子摸了摸小萌萌的脑袋。
萌宝，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你想谁来住都可以，不用经过外公的同意，只要你高兴就好。我怕外公会不答应姐姐来住。听漠然表哥说，林外公和外公你不和。她虽然是林老鬼的外孙女，但是按道理她也要喊我外公的。我知道她对你很好，所以她来我不会介意的。外公你真好。小萌萌笑得一脸灿烂地趴在简老爷子的身上。你这么晚回来，晚饭吃了吗？还没有，我今晚陪外公一起吃。好，陪外公一起吃。跟外公说说你今天都买了些什么呀？我今天跟小天哥哥买了很多的东西。鬼屋里面真的好吓人哦。那你害怕吗？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害怕的，后面的时候就不害怕了，里面都是假的。今天玩累了吧？小萌萌摇了摇头，没有，很累。李叔带着佣人端着饭菜进来了。可以吃饭了。老爷子是在床上吃，还是坐在沙发这边吃呢？就在这里吃，不用搬到那边。不等简老爷子开口，小萌萌就先开口了。听乖宝的。一会吃完后，小萌萌打了个嗝，然后揉着肚子说道：我吃饱了。是不是很难受？要不要喊医生？不会，就是有点撑，一会就好了。还是让人给你拿消食片过来。简老爷子还是不放心，让佣人拿来了消食片。小萌萌吃完消食片后，半个小时后感觉没有那么撑了，她从床上溜下去。萌宝，你要去哪呀？外公，我想回去洗澡。那你赶紧去吧。我先去了。小萌萌对简老爷子挥了挥手后就走了出去。小萌萌洗完澡后，拿出电话手表准备给顾灵烟发消息。小萌萌刚拿出电话手表就响了，小萌萌看了一眼，是顾灵烟发来的语音。妹妹问的怎么样了？妹妹问的怎么样了？姐姐，外公他答应了。小萌萌刚发出去不久，顾灵烟那边就回复过来了。太好了，我东西都收拾好了，我明天就去。小萌萌听完语音直接笑了，她没想到顾灵烟竟然把行李都收拾好，这是笃定了她能搞定外公。好。小萌萌说完就放下了电话手表。顾家这边，顾灵烟开心的在房间里兴奋的蹦跶着。白洛尘被顾灵烟弄出来的声音给吸引过来了。什么事让你这么激动？顾灵烟见白洛尘过来了，赶紧停了下来，一脸不耐烦的看着他。关你什么事？你把房间弄得乱糟糟的，像个狗窝一样，一会儿洛心姐来了你就死定了。我又没让你看，你先出去。顾灵烟把白洛尘推出去，关上了房门。哼，我才不要让你知道我明天要去妹妹那了，总算不用看见她，开心了。有人在敲顾灵烟的房门。谁呀？妍妍，是我。是林洛心的声音。顾灵烟赶紧打开了房门。妈妈，你怎么来了？林洛心有些疑惑地看着凌乱的房间。妍妍，你这是在干什么呀？怎么把房间弄得这么乱？妈妈，我明天要去妹妹外公家住几天，我正在收拾东西呢。萌萌联系你了？林洛心激动地看着顾灵烟。妹妹刚刚联系我了。那你把妹妹的东西给她带过去，免得她用别的用不习惯。林洛心说着就收拾起了小萌萌的东西往顾灵烟的行李箱里放。妈妈，这样会不会有点多啊？怎么会多呢？你这些衣服可以少带一点。林洛心接着就把顾灵烟放进去的衣物拿出来了一些，然后继续放小萌萌的东西。妈妈，我还是你亲生的吗？你在瞎说什么呢？你怎么会不是妈妈亲生的？你虽然是妈妈亲生的，但是妹妹妈妈也很喜欢呀。但是你把裤子都给我拿出来了，难道要我就单穿上衣吗？不好意思，妈妈刚刚没注意到，你的这些都先拿出来，一会我帮你收拾。收拾好后就把箱子合上。你明天见到萌萌后一定要告诉她，妈妈想她了，爸爸已经被我们赶出去了，让她回来住。如果她不想回来住的话，让她偶尔回来玩几天也行。我知道了。好了，我带你去洗澡。这一晚顾灵烟兴奋的有些睡不着，但是她还是要睡，不然明天就没精神了。第二天一大早，顾灵烟早早起床吃了早饭，跟林洛心道了别后，就让司机送她去小萌萌外公的家简家老宅这边。顾灵烟到的时候，小萌萌刚刚起床，佣人从外面走进来，看着小萌萌说道：小姐，外面有个小女孩说是来找你的。找我的？小萌萌脑子还有些迷糊，还没完全清醒，她不知道谁会这么早来找她。那个小女孩看着跟你长得有点像，是你的朋友吗？是姐姐，快带她进来。好的。小萌萌跟在后面小跑出去。妹妹，姐姐，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呀？我想早点见到你，所以就早点来了。那姐姐，你吃了早饭了吗？我吃过了。我们进去吧。小萌萌拉着顾灵烟往里走。这位就是小小姐的姐姐妍妍小姐了。你好，我是这里的管家，我姓李，你可以跟小小姐喊我李爷爷。李爷爷好，打扰了。顾灵烟礼貌又有些拘束的跟李叔问好。不用太拘束，把这当自己家就可以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好的。姐姐，你要不要再吃一点早餐？不用了，我吃过了，你去吃早餐吧，我就在这等你。那姐姐在这先看会动画片，我吃完早餐后带你去见我外公。你去吧。不知道是怕顾灵烟等着急了，
还是他今天不是特别饿，早餐就随便吃了几口后就不吃了。小萌萌下桌后直接跑去找顾灵烟了。姐姐，我吃好了。你今天怎么吃的这么快？你不用这么着急的，我都已经在这了，又不会跑，你再去吃一点。没有，我吃饱了。真的吗？真的。姐姐，我带你去见我外公，外公这会应该起床了。好。小萌萌牵着顾灵烟的手朝2楼简老爷子的房间走去。小萌萌敲了敲门，进来吧。姐姐，我们进去吧。顾灵烟有些紧张。外公早。萌宝早，吃过早饭了吗？我吃过了。简老爷子把犀利的目光看向了小萌萌身边紧张的顾灵烟。这个就是你后姐吧？小萌萌歪着脑袋有些困惑地看着简老爷子，他不太明白什么是后姐。萌萌妹妹的外公您好，我叫顾灵烟，是萌萌妹妹的姐姐。顾灵烟有些忐忑地跟简老爷子自我介绍，你就是灵老鬼的外孙女，你看上去比灵老鬼顺眼多了。谢谢萌萌妹妹的外公的夸奖。我是萌宝的亲外公，萌宝跟你又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你要是愿意就喊我简外公，要是不愿意就算了，免得灵老鬼觉得我占他便宜。简外公。顾灵烟是不会介意的，他们大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跟我们孩子有什么关系？以后就把这当自己家一样，想萌宝了就过来住，不用提前打招呼。简老爷子很满意顾灵烟的回答，脸色也缓和了不少，态度也变好了。我会的。本来还紧张的顾灵烟也放松下来了。你们自己去玩吧。外公等吃午饭了，我和姐姐一起来陪你吃午饭。好。简老爷子开心地看着小萌萌。姐姐，我们走吧。简外公中午见。小萌萌带着顾灵烟回了他的房间，然后在一起拆着李叔叔给萌萌买的快递。突然楼下传来气急败坏的声音。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就凭你们有什么资格拦我？楼下的是谁？我不知道呀。小萌萌也有些懵逼，刚刚那个声音他之前听都没听过。李叔，我爸身体还没好，您怎么能让他出院呢？有一个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个声音小萌萌记得是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听到的。元熙少爷，老爷子出院是经过医生的同意的。我要见我爸。老爷现在需要安静休养，不方便见您。李叔依旧态度不变地看着简元熙。那我是他太太，我总能见他吧？楼下简老爷子现任妻子和他的儿子正在下面闹着。小萌萌和顾灵烟站在2楼走廊上往下望去。妹妹，他们是谁呀？我不认识他们，我来了这么多天，我也没见过他们。这2个人一看就是不好相处的。他们一直见不到外公，是不是就不会走呀？看样子应该是的。姐姐，那怎么办呀？我们先看看情况，一会想想该怎么办。楼下的简元熙忽然瞟到顾灵烟和小萌萌的身影，他一脸憎恶地指着顾灵烟和小萌萌对李叔质问：他们是谁？他们是谁？这是老爷朋友的孙女，来这边玩2天。李叔面不改色地说谎骗简元熙，现在不能把小萌萌的身份告诉简元熙，不然小萌萌会很危险。我爸朋友的孙女，我怎么从来没见过？简元熙眼神犀利地盯着李叔逼问：这是顾家的孙女，顾老爷子和顾老太太之前一直在国外，最近一段时间才回来。简元熙还想继续说点什么的时候，一旁的老太太拉住了他，因为刚刚老太太好像发现了重点人物小萌萌。既然家里这2天有客人在，那我们就先走了，我们过几天再来看老爷。老夫人元熙少爷慢走，我就不送你们了。老太太拉着简元熙离开了简家老宅。你拉我干嘛？你真的相信那老家伙说的话？妈，您是怀疑那2个孩子是？简元熙似乎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另一个我不知道，小的那个我敢肯定一定是简元熙那个小人的孩子。要真是这样，老爷子该不会把所有财产都给他一个小丫头吧？慌什么？那小跟他那个妈一样讨厌，他现在还小，想要除掉他又有什么难的？妈，要是我们弄错了怎么办？你去查一下顾家那边是不是有2个孙女，多大长什么样？老太太说完，抬头看了一眼简家老宅。不管你是不是那人的女儿，只要你挡了我儿子的路，我都不会放过你的。我们现在先回去。杨毅最近去哪了？我怎么知道那个臭小子去哪了？那臭小子完全不跟我们一条心，他爱去哪去哪。等安娜生了，如果是个儿子，我以后的财产都留给他，一分也不给那臭小子留。那孩子从小不在你身边长大，跟你不亲正常的。即使安娜这胎生下来是个儿子，你也不能不管他，他毕竟还是你儿子。等以后他长大了会明白你现在的苦心的。什么事情我都听您的，只有这个事情我无法听您的，我就是没办法跟那臭小子好好相处。每次看到他，我就能想起他那不要脸的妈。当年要不是他设计我，他怎么会怀上我的孩子？我们回去吧，我老了也帮不了你多少了。老太太叹了一口气，转身上了车。简元熙随后也上了车，车子很快就启动离开了简家老宅。一个小身影从花丛中走了出来，刚刚为了避免尴尬的夏天就躲了起来。
他们说的话他都听到了。随后夏天朝里面走了进去。夏小少爷来了，你还是来找小小姐的吗？夏天没有回答李叔的问题，看了一眼四周，知道小萌萌不在这里，才敢开口询问李叔。李叔，刚刚那2个人是来找萌萌麻烦的吗？夏小少爷刚刚在门口遇到老夫人和袁熙少爷了，是吗？他们今天来做什么？他们是来找老爷子的，被我阻拦在这没有上去。小小姐跟她姐姐刚好那时候在走廊上，不巧被袁熙少爷见到了。不过我告诉他们是老爷子朋友的孙女，他们没有为难小小姐，就这么走了。没想到你能在门口遇见他们。他们不是完全相信你说的话。简老夫人似乎猜到了萌萌的身份，以后萌萌出门都要格外注意，避免他们对萌萌下手。多谢夏小少爷提醒，我会多加注意的。李叔没想到老太太和简元熙还是想伤害小萌萌，他不由感叹夏天一个6岁的孩童竟然可以这么沉着冷静思考。萌萌房间在呢，我自己上去找她。该提醒的他也已经提醒他们了，他们怎么做他不在意，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小萌萌。小小姐的房间在2楼楼梯的右边第3间。好的，我中午在这吃午饭，麻烦李叔多准备1份我的饭。好的。随后夏天朝楼上走去，夏天停在小萌萌门口，伸手敲了敲门。谁呀？萌萌是我，小天哥哥。小萌萌激动地起身去给夏天开门。萌萌，我来了。小天哥哥，你快进来，我跟姐姐还在拆东西呢。你们在弄昨天我们买的东西吗？不是，是李爷爷给我买的东西，昨天没时间拆开看看，今天有空所以就拆开看看。听说刚刚有人来家里闹事，你有没有吓到？小萌萌看向顾灵烟笑了笑，她对着夏天摇了摇头。我没事，那时候有姐姐陪在我身边，我不害怕。以后见到那2个人来，你一定要躲得远远的。最近没什么事情，不要出门，必须要出门的话就多带几个人，知道吗？哦。小萌萌也没有多问，夏天摸了摸小萌萌的脑袋。小天哥哥，我们一起把昨天买的东西一起分类吧，东西都在那边。好，我来帮你们。妹妹，我想喝水，你能不能帮我去倒杯水？好的。小天哥哥，你要喝水吗？那麻烦萌萌也帮我倒1杯。好的，你们在这等我。小萌萌说着就跑出去了。夏天面无表情地看着顾灵烟。你想知道什么？刚刚那2个人是什么人？一个是萌萌的后奶，一个是萌萌的后舅。夏天直接告诉顾灵烟老太太和简云熙的身份。他们看起来不是很好相处的样子，他们是不是想对妹妹做什么？我知道的也不多，但是萌萌的出现阻碍了简元熙继承简爷爷全部遗产，他们怎么会甘心？他们想对妹妹做什么？暂时还不知道，以防万一，尽量让萌萌少出门，有出门就多带点保镖什么的。我知道了，我会一直跟着妹妹的。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妹妹的命运会如此坎坷，还要经历多少苦难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幸福。姐姐，给你水，这个是小天哥哥的。辛苦妹妹了。夏天喝完了水后，我们继续把东西分类吧。好的。他们一直在房间里分配着东西，直到李叔来喊他们吃饭了才停下来。小小姐、燕燕小姐、夏小少爷可以吃午饭了，你们先去洗个手吧。好的，我们马上就来。那我先下去了。李爷爷，麻烦把饭菜端到外公房间里，我们早上跟外公说好了，我们中午跟他一起吃。好的，我这就去安排。李叔说着就下楼安排了。姐姐，小天哥哥，我们去洗手吃饭吧，剩下的我们吃过饭后再弄。小萌萌带着顾灵烟和夏天去洗了手，然后去了简老爷子的房间。小萌萌每次都会先敲门，避免打搅简老爷子休息。进来吧。外公，我们来陪您吃午饭了。简爷爷好。天天来了。昨天回来的晚，东西都放在萌萌这了，今天过来取，顺便陪萌萌玩。中午留在简爷爷家吃饭哈。我来的时候已经跟李爷爷说过了，我中午留在这里吃饭。那你们都下去吃饭吧，就别在这陪我这个老头子了。我早上已经答应外公，中午在这陪外公吃饭了。你们这么多人，外公房间里吃饭，你们坐哪里呀？我们就在沙发这边吃。那行，你们想在哪吃就在哪吃吧。李叔很快就安排人把饭菜都端了上来。吃完饭后，小萌萌和顾灵烟以同样的姿势躺在沙发上消食，夏天则是端坐在一旁看着他们。你们2姐妹还真像，吃饱了都喜欢躺在沙发上。小萌萌和顾灵烟对视了一眼，瞬间笑了。嘿嘿嘿，外公，我们就不打搅你睡午觉了，我们出去了。你们去吧。姐姐，我们走吧。小萌萌拉起顾灵烟就出去了。
我算是都弄完了。姐姐和小天哥哥辛苦了，我去给你们拿点点心上来。妹妹不用，你休息一下，我们一会自己下去吃就可以了。哦，那好吧。姐姐，你今天都带了些什么来呀？我带了衣服，还有，对了，妈妈让我给你带了你平时用的东西，她怕你用不习惯别的，你在这等一下我。顾灵烟赶紧走去找她的行李箱。小萌萌看着顾灵烟离去的方向，想着刚刚顾灵烟说的那句话，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心里充满了愧疚。小天哥哥，我是不是很坏？在我眼里，萌萌是最乖的孩子。不，我一点也不乖。妈妈是真心待我的，但是我让她伤心了，我就是一个坏小孩。夏天这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小萌萌。妈妈会不会讨厌萌萌了？她让姐姐把我的东西带给我，是不是以后都不认我了？是萌萌太坏了，所以妈妈也不要萌萌了。小萌萌红着眼眶自言自语。不会的，你姐姐不是说了，凌阿姨只是担心你在这会不习惯，所以才让你姐姐把你的东西带来的。真的吗？你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呀。可是……小萌萌犹豫了一下。妹妹，我把东西都拿上来了。小萌萌眼眶再次红了起来，她瘪着嘴委屈地看着顾灵烟。姐姐，妈妈是不是讨厌我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顾灵烟一脸疑惑地看着小萌萌。那为什么她要把我的东西都拿来这里？小萌萌委屈巴巴地看着顾灵烟。妹妹，妈妈让我把这些东西带来，是怕你在这里用的不习惯，家里已经给你买新的了，就等你回去了。顾灵烟好笑地看着小萌萌解释。真的吗？小萌萌还是有些不相信地看着顾灵烟。当然啦，你要是不信，我现在给妈妈打电话。不，小萌萌想要阻止，但是还是晚了一步。林洛星已经接通了。嫣嫣是想妈妈了吗？妈妈叫你让我把妹妹的东西带来，妹妹怀疑你不要她了，妹妹都气哭了。林洛星愣了一下。萌萌在吗？妹妹来，妈妈找你。顾灵烟把电话手表放在了小萌萌的手上，她转身把箱子里小萌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妈妈，宝宝你怎么会这么想？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对不起，是萌萌太任性了，是萌萌不好。林洛星听到小萌萌哭了，瞬间慌了，赶紧安慰小萌萌。宝宝没有错，宝宝就应该多任性一点，不需要那么懂事。爸爸不喜欢萌萌那样，那我们就不要爸爸，我们把爸爸赶出去好不好？林洛星假装生气哄着小萌萌。好。小萌萌忍不住笑了。宝宝最近在外公家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呀？林洛星关心地问小萌萌最近的近况。萌萌有乖乖吃饭，外公、李爷爷和杨毅哥哥都对萌萌很好。小萌萌乖巧地回答，她特意隐瞒了灵异的事情。萌萌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好想萌萌，萌萌都不想妈妈。萌萌也很想妈妈。小萌萌赶紧解释。那你为什么给姐姐发信息都不给妈妈发信息呀？林洛星语气有些酸地抱怨。我没有妈妈的微信。小萌萌有些尴尬地说道。对哦，你没有我的啊，宝宝你怎么能没有妈妈的微信呢？妈妈之前不在家，所以没有。一会让姐姐帮你加上，你是妈妈的宝贝，怎么可以没有妈妈的微信呢？好。小萌萌乖巧地应道。洛星，你在跟谁打电话？是顾老太太声音。跟萌萌。萌萌在哪？顾老太太听到是萌萌的电话，立马冲了过去。奶奶。小萌萌紧张地喊了一声。萌萌你现在在哪呢？我现在在外公家。你在林家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过2天奶奶带你出国玩，你快点回来好不好呀？不是，我不在林外公家，我在我自己外公家，是我的亲外公。小萌萌立马解释。你的亲外公？顾老太太直接懵了，她还真不知道简元兴娘家人。跟你妈妈一起吗？顾老太太试探性地问道。没有，妈妈不在外公家。那你外公他们对你好不好呀？外公对我很好，杨毅哥哥也对我很好，还有唐爷爷、陆爷爷都对我很好。顾老太太听到小萌萌说他们对她很好，她这就放心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奶奶带你出国玩几天？我要跟姐姐他们一起去参加夏令营，可能不能跟奶奶去玩了。夏令营也就去半个月，你们假期也就2个月，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玩。好。小萌萌点了点头答应了。萌萌，这永远是你的家，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你不想见你爸爸，奶奶就把他赶出去，让他欺负我们家萌萌。爸爸最近睡哪里呀？小萌萌还是忍不住关心地问了一句顾叶白。你不用管他住哪里，他总有地方住，你不用担心。顾老太太现在对顾叶白意见老大，这几天家门都不让他进的。等夏令营回来了，我就回去看奶奶、爷爷和妈妈。好，奶奶在家等你回来。萌萌，你在你外公家要乖乖吃饭睡觉，想妈妈了就给妈妈打电话，一会让姐姐帮你把妈妈加上。好的。那先这样，拜拜。林洛星依依不舍。小萌萌现在心情很好，她开心地说道。拜拜。
挂断电话后，小萌萌把电话手表还给了顾灵烟，然后再把自己的电话手表递给顾灵烟。姐姐，麻烦你帮我把妈妈的微信加一下。好，顾灵烟接过小萌萌的电话手表，然后添加了林洛欣的电话微信。好了，等妈妈那边同意了就可以了。小萌萌看着一地她之前用的东西，她难以置信看着顾灵烟。姐姐，这些都是我的吗？顾灵烟无奈的点了点头。顾灵烟心里想着，难怪妹妹会误会，这要是换成她肯定也会以为林洛欣不要她了。姐姐，你的衣服怎么只带这么点呀？没事，我就住几天，过几天要回去收拾一下参加夏令营的东西。顾灵烟不在意的说道。没事，姐姐到时候要是没有衣服换了，可以穿我的。小萌萌现在跟顾灵烟也就差一点点，她的衣服顾灵烟也是能穿的。好，顾灵烟笑着答应了。萌萌，东西都已经弄好了，我今天就先回去了。小天哥哥这么快就要回去了吗？小萌萌有些不舍得看着夏天。也不早了，我今天要回蓝海公馆。哦，那好吧。妹妹，她要走就走呗，这不是还有我陪着你吗？小萌萌和顾灵烟把夏天送到了大门口。萌萌，你们回去吧，我走了。小天哥哥再见。车子启动了，小萌萌牵着顾灵烟的手站在门口，直到看不见车子后才收回眼神。姐姐，我们回去吧。好。顾灵烟见夏天总算走了，她终于可以独自霸占妹妹，她实在是太开心了。小姐，妍妍小姐，你们要来点点心吗？今天是什么点心？今天的点心是焦糖布丁、马卡龙和红豆奶茶。小萌萌瞬间眼睛亮了起来。这些我都要。好的，妍妍小姐呢？我和妹妹一样。好的，我这就给你们安排。你在这坐一会。李叔说完，转身进了厨房。姐姐，我们一会做什么呀？一会要把刚刚拿出来的那些东西收拾一下。要收拾什么？让佣人去弄就好了。就是妹妹之前用的一些东西，妈妈怕妹妹在这边用不习惯，让我带过来。好的，我一会让佣人上去整理一下。不用了，我和妹妹反正也没什么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收拾就好了。好的，如果需要帮忙可以喊我。来吃点心。李叔把点心放在了桌子上。这个点心做的比我家的还要好看，喜欢就多吃点。这些都是他亲手做的。好想把这个厨师拐回家。顾灵烟一不小心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了。姐姐，你说什么？小萌萌有些没听清顾灵烟说的话。没什么。顾灵烟震惊了一下，她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吃完点心后，小萌萌和顾灵烟在沙发上坐了一会，然后就上楼继续整理东西。今晚吃完晚饭后，小萌萌想出去散步消消食，顾灵烟只好陪着她一起出门。我们这去哪呀？顾灵烟和小萌萌一路走去。我们去陆爷爷家。这么晚了，去打扰人家不好吧？陆爷爷一个人在家，我们去陆爷爷家陪陆爷爷玩一会。哦，那好吧。顾灵烟只好答应了。陆爷爷人很好的，我们去陪陆爷爷下一盘棋，我们就回去了。好吧。陆爷爷的家在半山腰，我们一路朝下走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不坐车呢？因为吃太多了，要消化一下，一会到陆爷爷家还能再吃一点点心，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嘿嘿。顾灵烟一脸无奈的放纵着，继续跟小萌萌走。这就是陆叔叔的家吗？小萌萌上前敲门，请问哪位？里面传来徐姨的声音。徐奶奶是我，我是萌萌。萌萌小姐来了，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开门。徐姨说着就打开了大门。姐姐，我们进去吧。顾灵烟跟着小萌萌走了进去。萌萌小姐，我已经告诉老爷子你来了，老爷子在里面等你呢。这位是？这是我姐姐。徐奶奶好，我叫顾灵烟，您可以叫我嫣嫣，我不请自来，打扰了。好，没事，你是萌萌小姐的姐姐，欢迎你随时来玩。徐姨很喜欢落落大方的顾灵烟。我会的。我们快进去吧，不然一会老爷子等着急了。小萌萌和顾灵烟跟着徐姨走了进去。萌萌快过来，陪陆爷爷下一盘。陆爷爷，这是我姐姐。小萌萌先是给陆老爷子介绍顾灵烟。陆爷爷好，我是萌萌的姐姐，我叫顾灵烟。陆老爷子面色不好的看着顾灵烟。你就是叶白那小子的另一个女儿，凌老鬼的外孙女。顾灵烟有些紧张忐忑的看着陆老爷子，她明显感觉陆老爷子不是很欢迎她的样子，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陆爷爷，我特意来陪你下一盘棋，陆爷爷现在要下吗？小萌萌赶紧出来打破这份尴尬的气氛。好啊，萌萌会下象棋吗？陆老爷子这态度转换的有些快，把小萌萌都看懵了。我会一点点。会一点点也没事，我们今天就玩这个，那个今天太晚了。好，陆爷爷想玩，萌萌就陪陆爷爷玩。来，你要红的还是黑的？我要黑的。好，黑的给你，我红的，我先走。陆老爷子一脸严肃地看着顾灵烟。
你坐下吧，一直站着做什么？哦，姐姐，你坐过来一点，看着我跟陆爷爷下棋。哦。顾灵烟呆愣的点了点头，坐了过去。半小时后，胜负已出。陆爷爷，你输了。萌萌，你刚刚不是说你只会一点点的吗？你这也叫只会一点点吗？我真的只会一点点，小天哥哥也就教了我2次。不行，这局不算，你轻轻松松就赢过我了。你这可不是只懂一点，我可是5级骑士，我不管，你必须陪我再下一局。陆老爷子这回不想放小萌萌走了。陆爷爷，我再不回去，外公会担心的。没事，我跟你外公打个电话说一声就好，就说你今晚住我这了。不行，陆爷爷，我明天再来陪你下好不好？小萌萌祈求地看着陆老爷子。陆老爷子看到小萌萌这样，犹豫了一下下，最后还是做出了退步。那你明天一定要来，不然我就去检家抓你。我明天一定会来的。那好吧，我安排司机送你们回去。这么晚了，你们2个小丫头不安全。谢谢陆爷爷。小萌萌和顾灵烟跟着徐姨朝门口走去。姐姐，你没事吧？小萌萌关心地看着顾灵烟。我没事。姐姐，你之前见过陆爷爷吗？小萌萌也感觉到陆老爷子不喜欢顾灵烟，他一直有意无意地忽视顾灵烟。顾灵烟茫然地摇了摇头，从来没有呀。顾灵烟也很奇怪，为什么陆老爷子对他的态度会那么差？他们应该是第一次见才对。嫣嫣小姐，你别介意，老爷子就是这样，他对思成少爷也是这样的。徐姨笑着替陆老爷子解释，其实他心里知道，陆老爷子是因为林老爷子才会这样，但是他不会说的。顾灵烟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我就送你们到这了，你们回去要早点休息，不能熬夜，知道吗？司机把小萌萌和顾灵烟送回简家。小小姐，嫣嫣小姐回来了。李爷爷外公休息了吗？老爷子已经休息了。小小姐，嫣嫣小姐不早了，你们也赶紧回去休息吧。好的，好的。李叔走在小萌萌和顾灵烟的后面进了屋。李爷爷，我们刚刚去陆爷爷家，但是他好像不喜欢姐姐，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小萌萌比一般人对情绪特别的敏感，她很清楚陆爷爷对陆叔叔的情绪和对顾灵烟的情绪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一点点，也不是特别多。那您能跟我们说说吗？小萌萌一脸恳求地看着李叔。好像是因为陆大少爷的缘故。陆叔叔。小萌萌有些疑惑地看着李叔。顾灵烟在一旁认真地听着。不是思成少爷，是陆老爷子的哥哥陆大爷。陆家当初继承人不是陆老爷子，是后面陆大爷没了之后，只能陆老爷子接任。没了是死了的意思吗？是的。那这跟姐姐有什么关系呢？关系不大，跟嫣嫣小姐的外公关系很大。当初老爷子跟林老爷子只是在学校会意见不合，但是陆大爷跟林老爷子关系很好。有一次林老爷子把陆大爷约了出去，最后陆大爷就没了。陆老爷子觉得是林老爷子害死了陆大爷，自此之后陆老爷子对林家人就特别不待见。老爷子和唐老爷子跟陆老爷子关系又好，所以一致的不待见林老爷子。李叔把他所知道的大概说给小萌萌和顾灵烟听。我相信陆大爷爷的死跟我外公没有关系，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呀？林老爷子对小萌萌一直都很好，小萌萌也感觉陆大爷的死跟陆老爷子没关系。至于真相是怎么样的，我也不清楚。林老爷子也从来没有解释过陆大爷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林老爷子知道。两位小姐，你们该上楼休息了。小萌萌一脸担忧地看向顾灵烟。顾灵烟看见小萌萌一脸担心的样子，她牵强地扯出一抹微笑对小萌萌。我没事，我们走吧。小萌萌看出顾灵烟是强装出来的笑，她担忧地看着顾灵烟安静地跟在她身边。姐姐，你晚上跟我一起睡呗。为什么呀？顾灵烟还以为小萌萌现在不会想跟她一起睡呢。因为我想跟姐姐一起睡了，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睡了。其实他们也就2、3天没有一起睡而已。姐姐，你晚上跟我一起睡呗。为什么呀？因为我想跟姐姐一起睡了，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睡了。其实他们也就2、3天没有一起睡而已。好。顾灵烟是不会拒绝小萌萌的要求，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那我们走吧。小萌萌开心地拉着顾灵烟去了她的房间。睡前2个人头靠头地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姐姐，你睡了吗？顾灵烟转头看向小萌萌。没有。姐姐，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外公为什么不解释呢？顾灵烟一脸忧愁。姐姐，你相信林外公吗？我当然相信外公。顾灵烟语气坚定。既然相信林外公，想知道真相直接去问林外公不就好了？那我现在给外公打电话。顾灵烟说着就准备爬起来给林老爷子打电话。
姐姐，这会林外公都睡了，你要打也要等明天呀。对哦，那明天再给外公打电话，我们现在睡觉。顾灵烟又缩回了被窝里。姐姐晚安。小萌萌跟顾灵烟说了一声晚安后，就闭上了眼睛。晚安。顾灵烟说完晚安，也安心的闭上了眼睛睡觉。第二天，顾灵烟和小萌萌吃完早饭后，两姐妹神神秘秘的来到了花园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打？在你房间打不就好了？顾灵烟有些疑惑的看着小萌萌。屋子里人太多了，这里很少有人来的，我们在这打。其实不用这样，我相信外公一定没有害过陆大爷爷，所以没必要这样的。顾灵烟有些好笑的对小萌萌。反正已经来了，就在这里打吧。顾灵烟点开了电话手表，找到林老爷子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那边响了很久，一直没有人接听。林外公是不是还没起床呀？我也不清楚，外公这时候应该起床了呀。顾灵烟也很困惑。要不我们晚点再打看看？好。顾灵烟放下手表，跟小萌萌找了个亭子坐下。姐姐，你跟洛尘哥哥是不是吵架了呀？小萌萌目光直勾勾的看着顾灵烟。没有，妹妹，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洛尘哥哥吵架？顾灵烟瞬间提高了声音，眼神躲闪的否认道：是吗？小萌萌一脸狐疑的看着顾灵烟。真的没有，姐姐怎么会骗你呢？顾灵烟这么一说，小萌萌瞬间怀疑自己可能感觉错了。顾灵烟的电话手表忽然响了起来。姐姐，是林外公的电话吗？是外公。顾灵烟接起了电话。是妍妍吗？电话手表那头传来了林老爷子的声音。是我。萌萌找到了吗？顾灵烟愣了一下，赶紧回复：妹妹找到了。顾灵烟没想到林默然没有告诉林老爷子小萌萌找到的事情。萌萌现在在你边上吗？林老爷子激动地问道。妹妹她就在我边上。让她跟我说句话。顾灵烟把电话手表递给了小萌萌。妹妹，外公想跟你通话。林外公。小萌萌紧张地喊了林老爷子一声。林老爷子听到小萌萌的称呼后愣了一下，他有些不确定地问道：林外公，萌萌，你是还有其他的外公吗？是我的亲外公。小萌萌有些心虚。没事，林外公就林外公，怎么叫都行。你最近过得好吗？见林老爷子没有不高兴，小萌萌这才放下心来。我很好，外公他们对我也很好。妍妍啊，你给外公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林老爷子这才问起顾灵烟打来电话的目的。外公，我想问一下，您认识陆爷爷吗？哪个陆爷爷？林老爷子被顾灵烟这样无厘头的一句话给弄懵了。就是思成叔叔的爸爸。你们现在是不是在减价？这是妹妹外公的家。原来如此。林老爷子语气变了，变得有些阴郁。林外公，当初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个事情你们不要问了，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林老爷子语气沉重。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顾灵烟着急地问道。这个事情你们别管，陆家那边妍妍你要少去。林老爷子坚决不愿意说。我知道了。林外公，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有误会解释清楚了不就好了？小萌萌有些不明白地问道。这件事的确是我的错，你们别管了。如果陆老爷子不喜欢你们，你们就离他远点，知道了吗？林老爷子依旧是不愿意提起之前的事情。顾灵烟有些不甘心地应道。萌萌有空就来林外公家里玩，今天先这样了。林外公还有事，先挂了。林老爷子说完就迫不及待地挂断了电话，一点也不给顾灵烟和小萌萌再次开口的机会。姐姐，现在怎么办？算了，外公不想说，我们也别问了。顾灵烟只好放弃了。那我们接下去要做什么？顾灵烟想了想说道。我想跟简外公家的厨师学做马卡龙。那我们一起。小萌萌也想学。那我们去找李爷爷。小小姐。一个小萌萌讨厌又厌烦的声音出现在小萌萌的面前。林奶奶好。小萌萌表情僵硬的跟林姨打招呼。林奶奶好。顾灵烟也跟着小萌萌喊道。顾小姐，您这声奶奶我可受不住，还是找一个受得住的人喊吧。林姨一副阴阳怪气。顾灵烟皱了皱眉，她感觉到面前这个人对她有很大的敌意，看她一副高傲的样子，一看就不是一个好相处的。林奶奶，这是我姐姐，您不能这么说她。小萌萌恶狠狠地瞪着林姨。她算是你什么姐姐？你妈妈只生了你一个，你哪来的姐姐？不要什么人都认作姐姐，她是来跟你抢夺家产的。林姨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小萌萌，小萌萌直接用手捂住了耳朵。我不听，我不听。你看，你都被他们给带坏了。你妈妈从小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会生出你这么愚钝的孩子？顾灵烟瞬间炸了，她一脸愤怒地瞪着林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妹妹？你才是那个愚昧无知的人。你们这些人只会带坏我们小小姐，我们不让你们来往都是为了小小姐好。
好，你一个外人管不着，请你现在离开简家老宅。我就不，简外公已经说过了，我想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妹妹，我们走。顾灵烟直接拉着小萌萌从他面前走，林一把抓住了小萌萌的胳膊，对顾灵烟强势的说道：“你走可以，小小姐必须留下。你松开我妹妹。是你应该松开，小小姐，你跟我走，我好好教你什么才是贵族小姐该有的礼仪教养。”林一丝毫没有把顾灵烟的愤怒放在心上，他强拉硬拽着小萌萌的手，疼。小萌萌疼的眼泪都出来了。你快放开我妹妹，你没看见你都拽疼她了吗？你松手。林一依旧强拽着小萌萌的手。你松手。顾灵烟不敢太用力拽着小萌萌的手，但是她也不能让小萌萌被林一带走。你先松手。小萌萌用力甩开了林一的手，大声怒吼道：“真的很痛啊！我喜欢跟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你也没资格管我。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说话？一点教养也没有。我是没教养，我妈妈从我生下来之后就没有好好教养过我，甚至连说话都不愿教我。你让我有什么教养？”袁心小姐只是太忙了，所以才没有时间教育你。从前她没时间好好教育你，那现在就由我代替她来好好教育你。林一堂而皇之的给简元心找借口，他甚至觉得小萌萌不应该埋怨他。妈妈从我生下来之后就没有好好教养过我，甚至连说话都不愿教我。你让我有什么教养？袁心小姐只是太忙了，所以才没有时间教育你。从前她没时间好好教育你，那现在就由我代替她来好好教育你。我不需要，姐姐，我们走。小萌萌说完就拉着顾灵烟赶紧飞快逃离这个地方。妹妹，那个人是谁呀？那个好像是我妈妈以前的保姆，她太吓人了。简外公怎么不让她走啊？之前李爷爷有让她别来了，她这2天都不在这里，今天不知道怎么又回来了。小萌萌也不清楚为什么林一会突然出现在那。我们四处转转，看看哪里好玩怎么样？那边后面有个玻璃花房和一个画室，姐姐你想去哪里玩？我们先去花房看看，我还没见过花房呢。好。小萌萌带着顾灵烟来到了花房。这里有好多花，不过除了玫瑰，其他的我一个也不认识。姐姐，这边还有西瓜，我们摘一个回去尝尝吧。好呀好呀，这个西瓜好大哦。小萌萌用尽全身力气都没拽断西瓜头上的那个藤。姐姐快来帮忙，我拽不断它。顾灵烟眼角刚好瞥到一旁修植物的剪刀，她顺手拿过剪刀朝小萌萌那边走去。这里有剪刀，妹妹你站到边上去，我们走吧。姐姐你真的可以吗？没问题的。顾灵烟和小萌萌就这么抱着西瓜朝外走去，刚好林一进去了，对此他们毫不知情。小萌萌和顾灵烟抱着大西瓜进了客厅。小小姐、嫣嫣小姐，你们是想吃西瓜了吗？我来帮你们切。李叔说着就走了过来，拿走了顾灵烟手里的西瓜。姐姐，我们到沙发上等呗。小萌萌拉起顾灵烟的手朝沙发上走去。我去！顾灵烟忽然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姐姐，你这是做什么？小萌萌被他这一下给吓到了。我们刚刚不是说要学做马卡龙的吗？下一秒我们去干什么了？嘿嘿。小萌萌这会也想起来了，她尴尬地挠了挠头。李叔端着切好的西瓜走了过来，他把西瓜放在了桌子上。小小姐、嫣嫣小姐，你们这个瓜哪来的？这瓜长得正好，一个籽都没有，水分还很充足，一看就很甜的样子。李爷爷，你也尝一块。小萌萌拿起一块瓜递给了李叔，又给顾灵烟一块。姐姐给你。自己拿了一块。小萌萌、顾灵烟和李叔尝了一口，都被惊艳到了。这个瓜实在味道太好了，好甜，可惜就这一个。小萌萌感叹花房里只有这一个。对了，你们这个瓜哪买的？你们刚刚出去了吗？就是花房里的呀。花房里的。李叔刚吃完就美美的，但下一秒就被小萌萌的话给当头一棒。对呀，怎么了？这是林姨种的，一次只结一个瓜。你们刚刚摘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了？小萌萌刚刚被林姨弄出来的坏心情，这回知道自己吃了林姨宝贵的大西瓜，她心情又好了。没有，就我们。你们现在端着这些上楼找老爷子，一会被人问起就说我外面买的，知道吗？为什么呀？顾灵烟和小萌萌都满脸不解地看着李叔。你们快别问了，赶紧上去。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就按照我说的说，记住了吗？李叔有些着急地催促，这瓜可是林姨的命，这要是知道被他们给吃了，还不知道该怎么闹呢。小萌萌和顾灵烟看着李叔那么着急的样子，只好端起瓜盘上楼。小萌萌敲响了简老爷子的房门。进来。小萌萌笑嘻嘻地探出一个脑袋。外公，你是不是闯祸了？简老爷子看他这样一猜就知道是闯祸了。外公，你怎么知道的？小萌萌一脸震惊地看着简老爷子。
说说看，你闯什么祸了？简老爷子好笑的看着小萌萌，就是我不小心摘了林婆婆的西瓜。小萌萌心虚的不敢看简老爷子的眼睛。我还以为什么事呢，一会让李叔给林姨再买一个一样的就好。林婆婆种的西瓜外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我看看。顾灵烟端着西瓜从小萌萌身后走了出来。就是这样的。简老爷子看到西瓜的样子后有些犹豫了，但是还是笑着看着他们安慰道：这个还真有点难，不过应该买得到，没事。真的吗？小萌萌一脸期待地看着简老爷子。虽然这样的有点稀有，但是不难找。那就好，我们在外公这躲一会。你这么害怕他吗？简老爷子有些好笑地看着小萌萌。是他不喜欢我，总觉得我这不好，那也不好，他还不许我跟姐姐玩。小萌萌嘟着嘴不满地跟简老爷子告状。他刚刚还在花园里使劲拽妹妹，妹妹都喊疼了，他还不肯放手。顾灵烟也在一旁添油加醋补充。小萌萌一脸委屈地点了点头。他敢欺负乖宝，乖宝快给外公看看受伤了吗？这里都红了，外公你看。小萌萌委屈巴巴地将被抓红的手臂递了过去。哎呦，怎么抓得这么严重？他怎么可以这么对你？虽然只有一点点痕迹，但是简老爷子看着还是心疼了很久。小萌萌嘟着嘴点了点头。没事，一会我让李叔跟林姨说一声，以后他别来老宅了，就在家安心养老就行。简老爷子心疼地安慰小萌萌。小萌萌开心地点了点头。顾灵烟把西瓜端到简老爷子面前。简外公，你可以吃西瓜吗？我可以吃一块，剩下你们吃就可以了。简老爷子笑着拿了一块。简外公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我这病还需要养一段时间，等能做手术了，到时候做完手术就会好了。等简外公好了，简外公来我们家做客。顾灵烟热情地邀请简老爷子去顾家做客。我才不去顾家，你想来简家老宅玩，这里随时欢迎你来。好。顾灵烟对着简老爷子笑了笑，并不是很在意。他觉得只要小萌萌回顾家了，简老爷子不去也得去。几天后夏令营快要开始了，顾灵烟准备回顾家。姐姐，你路上小心，我们明天见。小萌萌依依不舍地看着顾灵烟。你们回去吧。简阳一他们也在前天回来了，他们和顾灵烟短暂地相处了一天，也很喜欢这个有时候成熟又有些虎的妹妹。你到家了记得给我们打电话说一声。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我走了。司机启动了车子，小萌萌直到看不见车尾后，才依依不舍地收回了眼眸。我们回去吧。小萌萌溜到简老爷子的房间里。萌宝咋来了呀？外公，外面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晒晒太阳好不好？外公，外面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晒晒太阳好不好？好啊，我也好久没出去走动走动了，是应该出去走走了。我去喊东淼叔叔他们来推外公。不用去喊，我这摁一下，他们一会就会来了。小萌萌耐心地在外公怀里等着。东淼和南星很快就来了。老爷子有什么事吗？我想跟萌宝出去晒晒太阳，你们推我出去。好的。简老爷子坐在轮椅上。萌宝，来坐在外公这样就不用走路了。不用了，外公，我很重的，一会压伤你的腿就不好了。你才多重啊？外公的腿5个你都能坐。那好吧。小萌萌有些不情愿地答应了，她生怕压伤简老爷子的腿。东淼推着简老爷子到外面花园里的亭子里。萌宝热不热呀？不热。要不要让人给你拿点点心呀？好。去给萌宝拿些点心来。好的。南星转身去拿点心了。萌宝，你们明天都走了，就剩下外公一个人了。外公有点舍不得你怎么办啊？简老爷子有些后悔答应小萌萌去夏令营了。我们就去几天，很快就回来了。外公在家好吃饭，好吃药，尽快让自己好起来哦。小萌萌笑着安慰简老爷子。好，外公尽量在你们出去这段时间养好身体，做手术，这样外公还能继续陪我们乖宝几年，等乖宝长大结婚。我们拉勾勾。小萌萌伸出了小手头。好，我们拉勾勾。简老爷子好笑的也伸出了小指头，跟小萌萌的小指头勾在一起。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骗人就是猪八戒。小萌萌搞怪的嘟囔着咒语。好了，我们已经拉过钩了，以后永远不会变了。
南星端着点心过来了，他把点心放下后，在简老爷子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他们又来了。简老爷子面色瞬间黑了下来，小萌萌站在一旁疑惑地看着他们，他不知道南星叔叔跟外公说了什么，但是看外公脸上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外公怎么了吗？没事，就是有客人来找外公了。外公去看看，你在这跟东淼叔叔一起玩，外公一会回来找你。简老爷子面色沉重，他不想让小萌萌跟他一起进去。哦，好的，萌萌在这等外公回来。他大概猜到是谁了，但是外公不想他知道，他就当作不知道好了。小姐，你就不好奇是谁吗？外公既然不想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好奇？小萌萌双眼清明地看着东淼。好吧。东淼没想到小萌萌心里竟然看得如此透彻。东淼叔叔，你要不要尝尝这个？这个味道不错的。真的吗？东淼是喜欢吃甜的，小萌萌很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只要他在的时候，他都会分给他一份。妹妹，有我的吗？简阳毅突然出现在小萌萌的身后，但感觉有事情要发生了。杨毅哥哥，你怎么了？小萌萌看出简阳毅不开心。没事，就是见到不想见的人而已。简阳毅收起难看的笑容。那我这份给杨毅哥哥吃，吃了甜的就会开心起来了。不用，你自己吃就好了。哥哥其实不喜欢这么甜的。其实这个是咸的，我不喜欢。哦，原来是因为它是咸的，你不喜欢这才丢给我的。我就说你怎么这么舍得呢？简阳毅被气笑了。你又不喜欢吃甜的，我这也不算是不喜欢才丢给你的。算了，今天就原谅你了。杨毅哥哥，是不是那两个人又来了？又？难道他们之前来过吗？姐姐来的那天，他们来过一次。李爷爷没让他们见外公。那他们有看见你吗？看见了。他们那天看见我和姐姐了。李爷爷告诉他们我们是外公的朋友的孙女。他们可不是那么好忽悠，他们一定是怀疑你的身份了。杨毅哥哥怎么知道他们怀疑我了？你知道他们怀疑你了？他们走了没多久，小天哥哥就来了。虽然小天哥哥只跟姐姐说了，但是我在门口都听见了。那你们有告诉外公吗？没有，我不想外公再替我担心，我想要外公早点好起来。以后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即使我不在家，你也要让人跟着你，知道吗？知道了，我最近都没有出门呢。乖，夏令营的时候你也尽量不要自己单独一个人出去，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让一个人陪着你，知道吗？好。原来这个小野种在这，难怪你会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简元熙和老太太找了过来。你们怎么在这？你们赶紧走！臭小子，我是你爸，你怎么说话呢？你不是不认我这个儿子吗？不管我认不认你这个儿子，你都是我的儿子。没有我，你那个能生下你吗？能给你这么好的生活环境吗？我现在一切都是爷爷给的，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现在请你们出去，不然别怪我喊人赶你们出去。杨毅，我们可是你亲奶奶亲爸，你为了一个野种对自己的亲奶奶和亲爸这么说话，你当真如此不孝，就不怕出去被人戳你脊梁骨吗？不要对我用道德绑架那一套，要怕也是他先怕，抛妻弃子，在外面养小三，替别人养儿子，我看看到底是谁会先被戳脊梁骨。什么替别人养儿子？那是我亲生的。呵，你那头上早就一片青青草原，被人给戴了绿帽都不知道。你既然这么喜欢戴，那就回去多戴几个，别出现在我们眼前，污了我们眼睛。你胡说，你这是在挑拨离间。简元熙才不会相信简阳毅的话。信不信由你，估计你这回回去应该还能看一次大戏。简阳毅一脸看戏的表情看着简元熙，简元熙被简阳毅气得上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然后举起拳头就准备揍简阳毅。我打死你这个畜生！你不许打杨毅哥哥！小萌萌用力去推简元熙，简元熙低头看着拼命想推开他的小萌萌，他一脚把小萌萌踹开了。你个小野种，给我滚开！你跟你那个妈一样讨厌。萌萌小姐。简阳毅和东淼都没想到简元熙会突然踹小萌萌，没有来得及阻止，小萌萌摔在了凳子上，头磕破了。好疼，妹妹流血了。东淼叔叔，快带妹妹进去，我去喊医生过来。流点血又不会死，那么紧张做什么？流点血又不会死，那么紧张做什么？你们再不走，就不要怪我喊人赶你们出去了。老太太淬毒地看了小萌萌一眼。元熙，我们先走，以后有的是时间收拾他。杨毅哥哥，我好痛。小萌萌疼得哭了起来。妹妹乖，哥哥马上带你回去包扎伤口。杨毅少爷，你带萌萌小姐先回去，我去叫医生。好的，要快。明白。东淼说完就飞快跑走了。
妹妹乖，我们回去处理一下，一会就不痛了。小萌萌依旧一抽一抽的，已经很久没有受过这么严重的伤了。我们回去先清洗一下，一会医生来了再看看。简阳一说着就抱着小萌萌离开了亭子，他们完全忽视亭子里还有2个人。啦，你看他那样子，哪有把我当做他爸爸，一点都没把我放在心上。他现在跟你本来就不是很亲，你再这样，他只会跟你越离越远。等以后，他就会知道到底是谁对他更好。现在首要事情，我们要去看看安娜那边是不是真的跟杨毅说的那样。如果是那样，我们绝对不能替别人养孩子。对，我们赶紧去看看。说着，简元熙跟老太太快速离开了简家老宅，开车来到了一栋公寓。他们刚到客厅，就听到房间里传出来声音：“娜娜姐，你这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很辛苦吧？辛苦你了。等你生了，我们可能就有很长时间见不到你了。没事，到时候出月子了，我会找时间陪你们的。说好了，反正孩子有人帮我们养。就是不知道他要是知道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表情。管他知道了会怎么样，我们开心就好。娜娜姐，现在真的可以吗？已经4个月了，可以轻一点。那我要了。简元熙和老太太把门打开了一条小缝隙，他们把里面的场景看得清清楚楚，也把他们说的话都听了一清二楚。这个不要脸的贱人，我要进去给他们好看。老太太抓住简元熙，等一下，他们人多，我就2个人，一会吃亏的肯定是我们。先拍照留下证据，喊人过来把他们都抓起来。好，我这就喊人过来。简元熙说着就拿起手机走到外面打电话。老太太拿出手机给里面录了视频。半个小时后，简元熙喊的人来了，可是房间里的人似乎还没结束。走，我们现在就进去，一定要把那个抓住。简元熙用力的把门给踹开了。玩得开心吗？安娜一手抓着简元熙的衣服，梨花带雨的哭着。简少，您听我解释，是他们逼迫我的，我不是自愿的。我要是不听他们的，他们就要把我之前的照片发上网上，我也是没办法啊。简元熙黑着脸，咬牙切齿的一把甩开安娜质问：“我就是一个替你们养孩子的冤大头是吗？”安娜没想到他刚刚说的话，简元熙都听到了。简元熙一脸邪笑的对他叫来的人说道：“你不是喜欢这么玩吗？那我今天就让你玩个够。今天多谢兄弟们的帮忙，这个女的送给你们随便玩，只要不就行。还有她肚子那玩意也注意一点，别玩掉了。”不，简总不要，我错了，你放过我吧。你要做什么就冲着我来，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男人？就是有本事我们单挑，我赢了你就放了她。只要你放了娜娜姐，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就她这样水性杨花的女人，有什么让你们这么着迷的？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还是无可救药的爱上她。安娜此时害怕极了。求你放过我们吧！放过你们？你们骗我这么久，总要付出点代价。他不是就喜欢这么玩吗？我今天就要你们好好看着他被这么多的男人了，你们是不是还能接受他？不要，放心，我们一定会轻一点的。放开我！房间里传来安娜的哭声与其他人的嘶吼声。老太太拍着简元熙的肩膀说道：“元熙没事的，没有他，我们还可以找一个更好的。我们走吧。”我才没有为这种贱人伤心。妈，我们走吧。他们朝门外走去。简元熙和老太太离开安娜的公寓后，他们刚回到家，就被一个人给拦在门口。简元熙，简夫人，好久不见，不知道你们2位还记不记得我呀？简元熙，你怎么在这？简元熙本来今天心情就不好，见到简元熙的时候直接炸了。别这么暴躁嘛，怎么说我也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你应该对我友好一点。再说了，我是来找你合作的。哼，同父异母的姐姐。简元熙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讽刺。这些以后再说，有个买卖，你要不要跟我合作一下？你找我合作？简元熙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出现幻听了，不然怎么会听到这么可笑的话？对，就是找你合作，这个买卖对你百利无一害，你要不要考虑考虑？什么买卖？你先说说看。简元熙还是比较警惕的，他要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绑架顾萌萌，就是现在住在老宅的那个孩子，你们应该见过了吧？我就知道她是你女儿，你要绑架你自己的女儿，你是当我傻吗？简元熙听到简元熙跟他说的买卖竟然是绑架他自己的女儿，他觉得他疯了才会跟简元熙合作。一个白眼狼而已，她才不是我的女儿。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她是顾叶白的亲生女儿，陆海是顾家，你知道吧？她要是顾家的孩子，你还需要绑架她吗？你是她妈妈，你不就是顾少夫人？简元熙觉得有点被当猴子耍的感觉。我不是，顾叶白心里根本没有我，他爱的只有林洛心那个贱人。听说小白眼狼挺受他喜欢的，只要绑了小白眼狼，到时候要什么他们不会给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不开心我就开心，小白眼狼是我生的，凭什么要给他们？我偏偏不让他们如意。简元熙有些病态的疯狂大笑。我看你是疯了。简元熙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他也不会对他自己亲生孩子下手。对，我就是疯了，在我爱上顾叶白的时候就疯了。你要做你自己去，我不陪你疯，让开，我们要回家。简元熙懒得搭理简元熙，他觉得简元熙已经疯了。简元熙带着老太太从简元熙身边走过。你们真的不考虑跟我合作吗？你们觉得有那个小丫头在，老爷子会把家产都给你们吗？简元熙和老太太瞬间停下了脚步。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说老爷子已经准备把大部分的遗产都转到我生的那个小白眼狼身上了。你们真的甘心所有的遗产都给他吗？你怎么知道的？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就问你们合不合作。我们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骗我们？你难道不想独吞这笔遗产吗？我才不稀罕那些遗产，我要是想要的话，何必那么麻烦？我直接回去要就行。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信不信由你们。我再问一遍，到底要不要跟我合作？简元熙已经失去耐心了。简元熙看向老太太，小声地问道：你说他这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要不要跟他合作？要不我们就跟他合作。你们再不说话我就走了，以后再想合作我就不搭理你们了。简元熙耐心已经完全消耗完了，他抬起脚就准备走。等等，我们答应和你合作。考虑好了。简元熙邪笑地看着简元熙，我们进去好好聊聊后面的事情。简元熙转身朝里面走去，简元熙还是有些犹豫的。老太太见简元熙一直没有跟上，回头拉了他一把。医生怎么还没来？杨毅哥哥没事的，我已经不是那么疼了。即使不疼了，伤口也要处理一下，不处理要是破相就不好看了。简阳毅心疼地看着如此懂事的小萌萌。那要是萌萌留疤破相了，杨毅哥哥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呀？小萌萌双眼含着泪委屈的表情看着简阳毅，好似他要是敢说是，他就哭给他看。怎么会呢？即使破相了，我带你去整容就好了。简阳毅好笑地看着小萌萌，快给萌萌小姐看看严不严重。东苗把医生带了过来，你好歹也要让我歇歇啊。你就不能看完再歇吗？东苗叔叔，你就让医生叔叔休息一下，他这样也不能给我看伤口呀。你看，还是小小姐懂事。你看看你刚刚都快把我老命给跑没了。医生叔叔，你别生气，东苗叔叔就是比较担心我而已。好，我才不跟他计较呢。小小姐，你能不能不要喊我叔叔？我才23岁，都还没结婚呢。你应该喊我哥哥，知道吗？可是萌萌才5岁半呀。小萌萌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一脸无辜的看着医生。姐姐跟他看上去比他大很多的应该叫叔叔，比他大一点的喊哥哥，他没有喊错呀。医生叔叔就是看上去比他大很多。你还比我大1岁，你好意思让萌萌小姐喊你哥哥？我比你大1岁怎么了？而且本来就应该喊哥哥嘛。你们可以等会再吵吗？能先给妹妹处理一下伤口吗？一会都结痂了都。简阳毅无奈，不对，先给小小姐处理伤口。医生先小心翼翼地给小萌萌擦拭伤口。小萌萌疼得倒抽一口冷气。你会不会擦啊？你就不能轻一点吗？你来，我已经很轻了。消毒水本身就带有一点刺激性，这是无法避免的。我来吧。简阳毅接过医生手里的工具，开始小心翼翼地给小萌萌擦拭伤口。钟淼看向医生问道：小小姐，这个伤口会不会留疤啊？医生看了一眼说道：伤口不深，不会的。不会就好，不然可惜妹妹这么可爱的一张脸了。简阳毅心疼，江宏杰这会从外面走了进来。这是怎么了？我就出去了一下，萌萌妹妹怎么受伤了？刚刚来了2个讨厌的人，推了妹妹一下，妹妹撞到凳子上了。他们又来了。萌萌妹妹伤得怎么样了？严重吗？医生叔叔刚刚说了，不是很严重，不会留疤。小萌萌笑看着江宏杰，不会留疤就好，以后你看见他们一定要躲得远远的，知道吗？知道了。这个要1天2次，结痂后不要用手去抓，保证不会留疤。医生留下一个药膏就走了。简阳毅看着小萌萌说道：中午午饭我们在楼下吃吧。不行，我们明天就都走了，今天怎么可以不跟外公一起吃饭呢？我怕一会爷爷看到你这个伤口可能会生气。小萌萌想了想说道：我们不告诉外公不就好了，就说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这样真的行吗？肯定可以的。记住伤口不要碰水。我知道了。小萌萌的电话手表响了，是顾灵烟打来的电话。小萌萌兴奋地接起了电话。喂，姐姐你到家了吗？我已经到家了。爷爷奶奶、妈妈和洛尘哥哥在家吗？顾灵烟看了一眼坐在他对面的白洛尘说道：爷爷奶奶和妈妈今天出去了，洛尘哥哥在家，你要跟他说话吗？要。给妹妹的电话。顾灵烟把电话交给了白洛尘。喂，是小萌萌吗？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顾灵烟朝白洛尘翻了个白眼。洛尘哥哥是我。小萌萌笑着回答：你邀请妍妍去你外公家，你都不邀请我去，我不高兴了。白洛尘用着酸溜溜的语气对小萌萌抱怨：我之前不是答应了吗？我说洛尘哥哥愿意跟姐姐一起来也可以的。小萌萌一脸呆萌无辜：你就不能单独邀请我一下吗？那我邀请洛尘哥哥夏令营结束了，来我外公家做客可以吗？这还差不多，夏令营结束后，要是有空我就去吧。白洛尘装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好的，我随时欢迎洛尘哥哥来做客。好了好了，把手表还给我，我都还没跟妹妹说几句呢。顾灵烟已经在一旁等得有些不耐烦了。我才跟小萌萌聊几句，我们都这么久没见了，多聊一会怎么了？白洛尘不满地回怼道。这是我的手表。顾灵烟理直气壮地说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小萌萌那就先这样，明天见。白洛尘无奈地把电话手表还给了顾灵烟。妹妹，你还在吗？姐姐，我在的。妹妹，你有没有想我呀？顾灵烟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她现在就是不想挂电话。想了。妹妹，我好不想跟你分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这个等夏令营结束了再说吧。小萌萌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回去。妹妹，你快点回来吧，没有你的日子真的很难熬啊。姐姐，这个事情以后再说，今天先这样，拜拜。说着小萌萌就把电话挂了，她就怕顾灵烟一会再说什么，她可能就答应她回去了。电话那头的顾灵烟一脸茫然地看着被挂断的电话，哈哈哈，被小萌萌给挂掉了，你应该是第一个被小萌萌挂断电话的那个吧？白洛尘哈哈大笑地倒在沙发上。才不是呢，妹妹只是有事才挂掉的。顾灵烟一脸不满地看着白洛尘，她就是觉得你烦了才会这样的，你真是越来越讨厌了。顾灵烟直接气呼呼地上楼了。白洛尘在顾灵烟走后就停止了笑，他很疑惑，明明这几天没见到顾灵烟，他明明很想她的，但是见到她之后又忍不住惹她生气，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夏令营集训是在哪里集合呀？简阳毅突然问了一句，直接把小萌萌和江红杰给问懵了。杨毅哥哥，你不知道吗？小萌萌呆愣地看着简阳毅，我不知道呀，你们难道也不知道吗？我早该猜到你是个不靠谱的，还好李斯一定会知道。他也不知道，我早就问过了。那谁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要怎么去？江红杰连环三连问。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我问问小天哥哥看看，他会不会知道？小萌萌说着就拿出了电话手表。萌萌找我有什么事吗？小天哥哥，你知道我们明天去的地方在哪吗？小萌萌直奔主题。目的地在哪我不知道，不过明天会有专车来接我们，我们只要在自己学校等就可以了。哦，好的。萌萌，你今天在做什么？下午有空吗？我今天下午要陪陆爷爷下棋。小萌萌有些不自然地跟夏天撒了一个小谎。那好吧，那明天见。夏天只好作罢。明天见，小天哥哥，拜拜。小萌萌说完就挂了电话。妹妹，你什么时候下午约了陆爷爷？我怎么不知道？简阳毅一脸疑惑地看着小萌萌。那是我骗小天哥哥的。小萌萌心虚地说道。你为啥要骗他？小萌萌摸了摸头上的伤口说道。我只是不想让小天哥哥看到我的伤。简阳毅一把摁下小萌萌的手，板着脸训斥了一句。都说让你别摸了，你是想留疤吗？小萌萌立马收起手，委屈地说道。我不是故意的，别再碰伤口了，要不然就没那么容易好了，知道吗？我知道了。你先去爷爷的房间，我一会就上去。好的。小萌萌朝楼上走去。